换盆的时候，这种棕色的毛细根，咱们用小耙子梳理。行，为啥呀？像这种棕色的毛细根，它其实已经丧失活力了，它已经老化了。如果不梳理的话，咱们周边添土，在你土质不好的情况下，这个毛细根会腐烂，那么土壤里产生一些致病菌，造成整个土球的一个腐烂。咱们用小耙子给它梳理梳理。咱们梳理到里边露出来一些白根，留一些护心土。行，为什么要梳理到这种程度？咱们换盆的目的啊，实际上新根长到新土里，所以说露出来一些白根，调整了根系的一个生长方向，让它往新土里边长。另外，这种白根是有效根，它能正常的向外去生长啊。懂了，继续啊。正常的土球全是白根这种，咱们不梳理。肉质根没有腐烂，没有化水，捏的有韧性，它变成棕色，咱们也不梳理。咱们找一个排水、透气好一点的花盆，花盆别太大，花盆周边有1指2指的一个距离就行。行，为什么不用大盆？小的花盆增加土壤的干湿循环速率，利于你新买的植物或者养的不好的植物换盆的时候，那么根系弱的时候是有助于植物发根。另外一个，有助于咱们判断给植物浇水，因为土壤干湿循环速度快，你浇水会让你有信心啊。懂了，继续啊。咱们加底土，咱们买一盆花啊，换土的时候，你可以给它用一些好点的土，比如说咱们这个种啥火土，里边是老款的泥炭珍珠岩火山石配的，保水性比较好，让花盆里边有一个高湿度啊。另外它的排水性也比较好。如果你买到这个土不好，过细，记住我说的啊，室内养花增加土壤的排水性啊，要往土里边去加一些火山石去搅拌一下。咱们正常加底肥撒在盆底。行，为啥要加底肥？加底肥的作用是利用这个根系的一个向肥性，增加土壤底层当中的一个肥力的一个含量，引导根系向有肥的方向去生长。注意啊，烂根不加底肥，咱们周边去加。行，你为什么不杀菌呢？不杀菌原因，第一个，植物没有烂根，说明土壤当中的菌群比较平衡。那么第二个，任何化学合成的东西对植物它都有一些副作用，不能说我预防拉肚，我每周我吃1遍拉肚药啊，我给这个肠道把干，那么副作用就是干燥了。根系也一样，没有烂根，我一般情况下不杀菌。咱们的周边填土的时候要用手往里抠。行，为啥要往里抠？不费手指甲吗？咱们修理根系，这个土球呈现上边宽下边窄的一个形状，你往里抠是捋着这个根系啊，让新土接触到它裸露的这个根系，保证它裸露的这个根系能够接触到土壤，分泌粘性物质往新土里边去长，保证根系的一个成活性。如果你不抠，只是填，那么这些根系很有可能在土壤当中扎堆，中间是悬空的，导致裸露的这些根系腐烂。那剪掉不行吗？可以剪掉，底部这个根系剪掉以后，要剪掉上半部分对应的一个花芽，还有对应的一个新芽。另外一个，剪掉根系以后，植物换完盆以后可能会出现大面积掉叶的一个情况，后果自己去承担，剪掉是没有问题的。咱们换盆，周边土给它添实啊，刚才说了，保证根系和土壤充分的接触，这样有利于这个新根往外长。浅埋浅种，花盆表面的圆土球要露出来，或者说盆面稍微露出来一点根儿，没有问题。行，为啥要浅埋浅种？浅埋浅种，第一个，土壤表层土干了，代表根系周边土干了，方便浇水。那么第二个，盆面增加水量快，增加土壤的干湿循环。那么第三个，就是极大的减少了植物闷根的一个概率，让植物的根系分布在花盆中上部分，盆土最容易干的一个位置。那么换盆，你不要理解为我只给它换个土，换盆的手法、换盆的技巧、换盆的这个经验，就是换完盆以后，你能更方便的去浇水，更方便的去判断土壤的干湿，保证花盆底部不积水。换新土的目的是为了让新根有一个更好的土壤生长环境，所以说不要往土里去乱加东西，你去乱加东西、乱杀菌、乱给肥，新土的土壤环境变差了以后，根系反而不生长。那么这个就是经验，当你换好盆以后，解决了你日常养护当中的绝大多数问题，养护难度它会直线的下降。盆面加上咱们的微生物有机肥。行，为什么要加这个肥？这个肥里边氮磷钾是它的弱项，它主要的能力就是微生物繁殖起来，对植物根系刺激性的生长，侧根和毛细根同时刺激生长，安全没有副作用，加快你换盆以后植物的复盆速率。同样的，给土壤提供一个良好的微生物环境。你可以理解为某些有益菌是植物根系的一个共生体，根儿离不开菌，菌离不开根儿，因为根系会分泌一些有机物质去供养一些对它有利的一些微生物，它的分泌物刺激根系生长，它只能让土壤更好，调节土壤酸度，预防土壤板结，让土壤环境更利于根系生长，同时刺激根系生长。不像那些含有盐分特别高的一些肥，它完全发酵，安全不烧苗。懂了，继续啊。最后把水浇透透的，放在你家
特别明亮的地方，理解阴凉通风处。一定要离窗户口近，阳光不直射。但是你斜面瞅，叶片是反光的，这个环境是 OK 的。